为什么程毅总被认成景区工作人员？这背后藏着一套气质经济学。你猜怎么着？前2天我刷手机，刷到一条评论，说程毅是不是景区请的工作人员啊？底下一堆人点赞，还有人接梗说像真人立牌。说实话，我本来想笑的，结果没笑出来。我盯着那条评论看了半天，越看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不是评论不对劲，是这里头藏着一个我一直想聊但没找到切口的东西。今天咱们就聊这个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这期不八卦啊，咱们聊点产业层面的。为什么被认错这么一件听上去有点好笑的小事，能解释程毅这5年？我先把话放这儿，被认成 NPC 不是吃亏，恰恰相反，这是一种很多艺人想有都有不来的优势。你别急，听我慢慢拆。这期我准备拆4层，从你眼睛看到的那一层，一直包到最里头，包到最后你会发现，开头那条让人想笑的评论，其实点破了这个人最值钱的东西。行，先说第1层，你看到的那一层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程毅被认错，不是1回2回了。有说他像景区工作人员的，有说他像真人立牌的，还有更绝的，网上有路人爆料说，有位保洁阿姨把他认成了同事，让他帮忙换个水，结果他还真就二话不说搭了把手。这个画面本身，你品，一个艺人被认成工作人员，不解释不端着，顺手就把活给干了。这说明啥？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这人身上没有那层我是明星，你们离我远点的壳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咱们见过太多那种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距离的艺人了，对吧？那种你一看就知道哦，这是个角的人，气场是往外推的，把普通人推开。程毅是反过来的，他那个气场是往里收的，是让你不设防的。所以路人才会自然而然地把他当成自己人，当成同行，当成工作人员。你想想，能被陌生人下意识当成自己人的明星有几个？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第1层大家都看得到，咱们往下包。第2层，媒体一般不会跟你说的那层，他为什么会被认错？说白了，因为他缺少一种东西，业内管那个叫顶流气场。就是那种你远远一看，哎，这肯定是个明星的强气场。你想想看，肖战、王一博这种，那个 aura 是往外冒的，老远就 hold 住全场，这是他们的硬优势，这个真没得说。但程毅这条路不太一样，我得说清楚啊，别误会，我不是说谁高谁低，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打法。一种是高 aura 强存在感，瞬间 carry 全场，另一种呢是低防备亲和力，让你不知不觉就放下戒心。在 Space 那套流量逻辑里，第2种通常被当成弱点，对吧？没有明星范儿吗？但是等等，有个细节容易被忽略，气质这个东西是有经济学的。你那股无害感，本质上是在降低路人的心理门槛。一个让你觉得生人勿近的人，你会路转粉吗？很难。但一个让你觉得哎这人挺真实挺好接近的人，这个转化率高得多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股无害感放到戏里头，它不是减分项，它是个工具。你想啊，一个演员长着一张让人卸下防备的脸，他演那种外表温润内里有东西的角色，是不是天然就有信服力？观众一开始觉得这人没威胁，结果剧情一翻转，那个反差就出来了。这种骗过观众的能力，恰恰是很多气场太强的演员做不到的。气场太满的人，演什么你都先入为主，觉得他厉害。而程毅这种，能让你忘了他是明星，先把你拉进角色里。这个我倾向于这么看，但不绝对啊，你们比我懂戏，我抛砖引玉。说白了，顶流气场像是一只爆发力很强的股，冲得猛。而程毅这种更像，怎么说呢，长期价值股，慢牛行情，火候慢，但越品越有味。不瞒你说，我刚开始也没想明白这个，是这2年才慢慢 get 到的。行，接着说。第3层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关键。这股无害感是怎么变成5年不散的粉丝盘的？各位，流量这行有个特别残酷的词，
叫速朽。多少人气场拉满，开局炸裂，结果1-2年盘就散了。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为啥？因为很多时候粉丝爱的是那个光环，是那个被包装出来的闪闪发光的形象。可光环这东西是会退的，今天捧你的资本，明天可能就去捧下一个了，今天给你打的灯，明天就关了。靠光环圈来的人，光环一暗他就走了。可程毅这边是反着来的，他的粉丝盘，老粉应该最懂，是那种慢慢长出来然后特别牢的结构。这两件事其实是一回事啊，等等，我把逻辑顺一下，别说混了。我的意思是，那股让他被认错的无害感和他粉丝盘这么牢是同一个根，因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不是明星，是人。你因为一个人本身圈进来，而不是因为那层光环圈进来，那你走的概率就低很多。光环会退，人不会。说到这个粉丝盘有多牢，我得插一句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程毅的粉丝里头流行一种扛立牌文化，就是粉丝会随身带着印有他的立牌，去哪儿都带着，甚至有人扛着立牌赶高铁、跑机场。你乍一看觉得至于吗？一块板子。但你往深了想，这其实是一种图腾，是一种精神信物。人为什么要带图腾？因为那个东西代表着一种归属感，一种我们是一伙的认同。一个能让粉丝心甘情愿扛着立牌满世界跑的艺人，他给粉丝的早就不只是我喜欢看你的剧那么简单了，那是一种情感上的锚。这种东西是钱买不来的，也是数据刷不出来的。说回这个事，所以你看，被认成 NPC 这件听上去有点掉价的事，底层逻辑恰恰是他最值钱的资产。懂他的人会懂。那么最后一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包到最里头，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这股粘性，它不只待在娱乐圈里头，它外溢了。程毅的粉丝自称果果，这几年以程毅粉丝的名义做了不少公益、助学、帮扶贫困地区小学，给病房的孩子送爱心包，这些还在一些地方建了长期的爱心基地。这个方向是实打实的，不是我瞎说。而且程毅本人也一直在低调的做，听说还以真名给受灾地区捐过款，没怎么张扬。这种主子在前头默默做，粉丝在后头跟着学的氛围，特别说明问题。这里我想稍微跳出来说个背景。其实 Space 这几年有个挺值得研究的现象，粉丝以偶像的名义做公益，已经成了一种规模化的行为。肖战粉丝有长期的公益项目，比如在沙漠里种的爱心林，王一博粉丝也一直在做公益和捐助， TFBOYS 那边几位成员更是人手一个公益基金，这是一整个产业级的文化现象。追星正在变成一种 CSR 级别的社会行为。说白了，饭圈这几年没少挨骂，又是控评又是互撕的，但这一面是真的把好的能量给放大了。你不能光看骂的那部分，对吧？把程毅粉丝放进这张大图里看，你就明白了，一个艺人能让粉丝持续这么多年，自发的以他的名字去做好事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影响力证明。这玩意儿装不出来。一个人是什么样，他吸引来的粉丝大概率就是什么样。粉丝愿意以他的名义去帮人，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名字配得上做好事。这份信任比任何热搜、任何代言都重。好了，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哈。咱们回到最开头那条评论，他是不是景区请的工作人员啊？我现在的答案是又怎样？被认成 NPC 不丢人。真正该琢磨的是那些气场拉满、aura 爆棚，结果1-2年盘就散了的情况。程毅走的是另一条路，他没靠那层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光环，他靠的是一点一点，让人慢慢放下防备，慢慢走进来的真实。火候慢，但根扎得深。这种慢慢长出来，牢得不行，还能外溢成公益的盘，才是真的。所以那条评论我现在再看，一点都不好笑了。他其实无意中点破了这个人最厉害的地方，他不靠像明星赢，他靠像个真实的人赢。在这个人人都想发光、
都想抢镜头的行业里，能沉得住气走这条慢路的人不多了。各位觉得呢？这股无害感到底是劣势还是稀缺资产？评论区咱们聊聊。我是觉得时间已经在证明了，而且会接着证明下去。